来到游乐园，坐上旋转木马，飘飘河，感觉好像回到了童年，也会让人暂时忘记烦恼。有时候我们还会笑别人胆小，不敢坐云霄飞车。毕竟根据统计，在游乐园被设施夺走性命的几率大约只有几亿分之一，这比被雷劈中的几率还低，可能比中乐透还要难。可是，在2016年的10月，有4个人来到了这座游乐园后，就再也没能回家。世界很大，故事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先生，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发生在澳洲的雷霆激流事故。位在澳洲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，有一座澳洲最大的主题乐园 Dream World 梦幻世界。当时是1974年，开发商约翰买下了高速公路旁占地85公顷的土地。他还重金聘请了曾经在迪士尼乐园工作的设计师，定制建造了整个园区跟设施。花费7年的时间，乐园终于在1981年正式开放，完成约翰建造乐园的梦想。最后在1998年，澳洲的休闲公司收购了梦幻世界，父母带着小孩来到梦幻世界拍照、买冰淇淋，开心的乘坐游乐设施，再疲倦不舍的回家。或许在很多澳洲人的心中，都有着一段在梦幻世界游玩的回忆。梦幻世界越来越受欢迎，园区也不断的进行扩建，最后乐园转变成了结合陆地、水上乐园还有野生动物园的娱乐场所。特别是1986年扩建的淘金小镇园区，里面有梦幻世界最受欢迎的设施——雷霆激流。雷霆激流是一项经典的水上游乐设施，游客会坐上圆形的橡胶小船，顺着水流前进，模拟激流泛舟的刺激感。你会穿过漆黑的山洞，之后是最主要的激流区域，不时还会遇到颇近座位的水花。整体游玩的过程大概在5分钟以内，最后再透过输送带将小船缓缓地送回起点。虽然偶尔会感受到水流带来的速度感，但客观来讲，雷霆激流还是一个适合全年龄游玩的休闲设施。那么雷霆激流究竟是怎么运作的？整座设施运转的关键就在起点的2座大型泵浦，它们会将下方的水不断抽上来，形成一段人造的连续水流，用来推动橡胶船。泵浦除了让水可以重复被使用，还可以确保游客在漂流时的动力。至于要如何模拟激流泛舟的刺激感，是透过下方的原木，还有凹凸不平的弯道，藉由高低的变化还有碰撞来达成的。在到达终点之后，电动马达驱动的输送带会将你送回起点，时速是非常缓慢的 2.7 公里。最后铁质栏杆会把橡胶船固定在一个地方，让搭乘完的游客离开。再来工作人员会透过控制台收起栏杆，让小船往前给另外一批游客上船，确保进出的动线不会混乱。为了不让游客在上下船时不稳，站台下方还设有金属轨道，用来防止小船翻覆。这样看来，雷霆激流的运转已经是相当成熟，很多人应该也有玩过类似的设施。不过其他乐园的设施大部分都是交给专业的团队，像美国就有知名的公司 Intermin， 是专门建造游乐设施的公司。梦幻世界因为是自己请来设计师，所以就曾经出现过一些结构上的问题。雷霆激流的输送带本来是全部都有铺上木板的，却因为重量太大，在建造完成的2年后，下方的链条就损坏了。当时工程单位的建议是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拆除一些木板，来减轻整个传输带的重量。而且雷霆激流在工作人员之间算是操作难度比较大的设施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同时执行多个任务，像是监看水道上的情况、控管出入的游客，还有放行起点的橡胶船。要是游客的数量提高，他们还必须要增加橡胶船的数量。虽然现场设有紧急停止泵浦跟输送带的按钮，但要在电光石火之间做出紧急停止的决策，对工作人员的判断力也是一大考验。加上雷霆激流在运转的几十年间，就陆续出现了安全的隐忧。最常出现问题的地方，便是他们一直很头痛的输送带区域。园方虽然考虑过增加人手，也更新过相关的设备，但是这些措施好像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水面下的风险逐渐累积，最终在2016年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2016年10月25日礼拜二，这天的梦幻世界跟往常一样，在早上10点敞开大门，人气最高的雷霆激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。当天设施顺利运转着，游客们开心地享受激流带来的欢乐跟刺激。在下午的2点20分左右，一切开始往无法挽回的方向发展。当时编号5号的橡胶船上面载着4位游客，他们正沿着传输带慢慢上升，准备结束搭乘。在他的后方是乘坐4名大人、2名小孩的6号船。
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推动整个设施的其中一个泵浦发生故障，水流快速消退，让前方的5号橡胶船无法前进，卡在了传输带的末端跟起点之间。不到30秒的时间，后方的6号船也到达了传输带上方。不过，迎接6号船的不是工作人员，因为他们正忙着处理前方乘客的登船作业。卡住的5号船跟6号船之间开始发生了推挤，但这并没有让5号船往前，反而是发出了挤压的噪音。这时传输带也没有停下，不断地将6号船往前一直推，一直推，最后后方的6号船整艘喷飞，狠狠撞上了前方船尾，并以垂直的方式插在水中。6号船上的4名乘客一瞬间就被卷进了输送带中。站台上除了水声、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还有一旁游客惊恐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。事故发生的过程短短不到1分钟，本该带来欢笑的游乐设施，彻底变成了充满尖叫的灾难现场。工作人员立刻按下紧急停止按钮，展开救援，并拨打报案电话，但早就为时已晚。4位游客在事故发生的当下就登出了这个世界。6号船上的其中一名死者卢克，在橡胶船翻覆的前1秒，一把搂起了旁边的侄女，将她丢往岸上，才让她逃出升天。根据现场人员的说法，4名罹难者受到了无法实施心肺复苏的伤害，他们的脸部已经无法辨识，更让参与救援的人员深受创伤。那天的澳洲雷霆激流，有4位游客再也无法离开。这起事故也成为澳洲主题乐园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安全事故之一。梦幻世界在悲剧发生后暂时关闭，让警方在案发现场调查。调查人员在报告里指出，梦幻世界多年来忽视安全检查，人员的培训不足，还有拆除输送带上的木板，可能也导致了这次事故。而且在25日当天，泵浦就已经多次出现故障的情形，但梦幻世界却没有关闭雷霆激流，反而继续把游客送往湖口，最终才爆发了这起悲剧。梦幻世界的营运公司被判罚360万澳币，创下昆士兰州史上最高的安全罚金纪录，并且他们还向其中一名受害者家属支付了210万澳币的赔偿金。不过这起事件没有任何人被判刑，警方认定这是一桩企业责任下的悲剧。梦幻世界在随后重新开放，不过出于对罹难者的尊重，雷霆激流再也没有回归。在梦幻世界的门口举办了悼念仪式，随后雷霆激流被完全拆除，改建成了云霄飞车。而在原址附近有一座纪念花园，长椅上分别刻着4位罹难者的名字。每年的10月25日，部分的家属还会前来，静静地献上花束与思念。然而，悲剧的余波从来没有真正停止。2021年7月15日，其中一名罹难者的丈夫被宣布失踪，警方只有找到他被弃置的汽车。这场事故不仅夺走了4条生命，也撕裂了更多家庭的未来。对6号船上幸存下来的2名孩童而言，那一天的惊恐跟哭喊，可能将会伴随他们一生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罗先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